然后等于说就是这个意思吗？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又是别带闺蜜出镜，那我每天那我跟谁拍照？以后我现在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喜欢拍照的人了，我这好不容易存了1年多，才存了一些发的这些照片。我在，那就是这个事情，我觉得大家就不能，你们想一下嘛，这个事它有没有可能实现嘛？我的意思就是说，以后等于说，比如说我心情不好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来找我说，哎，别跟我拍照啊！我说别跟我拍照啊，然后我说我只能自拍，别给我拍照啊！就我这肯定不行吧？这样啊，而且我跟你们讲，我真说实话，他们都不敢跟我拍照，他们都觉得，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拍了太多东西，或者跟我拍照，人家就会说他们蹭啊，或者干嘛，你明白吗？他们都尽可能不像我跟雅佳拍的照片，都是奶奶过生日的时候，我说雅佳来，我们来拍个照片，我说我一直没跟你拍过什么自拍，然后拍的，然后吧。人又挨骂，就是我老觉得就是我干，其实是我提的这些事儿，然后因为我提的这些事儿，然后人又挨骂了，然后我心里才觉得难受。你能懂我的感觉吗？你们能明白我的感觉吗？工作室的人一直都在换。当然啦，粉丝当然没有爱其他人的义务了，我非常理解，我非常了解这个事儿啊。但是宝宝们，我从来都没有说要你们爱他们呀。就是这个东西，无论是像笑笑，真的是在我非常非常难的时候，他是顶着什么样的压力在我身边呢？就是他一样会被封杀，会被行业抛弃，就是他一样做不成这个工作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很多你们很多不知道的事儿。那个时候他还愿意跟我站在一起，然后你就是明白我的意思吗？然后呢，包括像雅佳之前也在，雅佳是因为我签到了一个公司，然后我离开了这个公司之后，我就把他扔在那儿嘛。然后他为了跟我一起出来，本来就是这些年就是过的也就是那样吧，还又背一屁股债，你以为出来就这么简单吗？你能明白我意思吗？我只是希望喜欢我的宝宝们要知道这个事情里面的这个过程，因为你们明白传话这个事情，就是如果之间一个信息没传明白，就会被误会，就会被误导，太容易被引导了。所以我只是想要解释，或许我听了你们的意思之后，我也会觉得，哦，的确是我的问题。像这一次我就反省了。我昨天就反省了，我觉得的确是我的问题，很多的想法和处理没有去想的太周全，就是我只是想着说，哦，刚好人品牌也喜欢我们家的这个人，然后呢，加上又是我代言的啊，这个事情就是特别好，特别好。然后呢，我只是就是想的很简单，我就没有想到大家会生气这件事儿，所以呢，我现在也是反省到了，就这个事情让我也感受到了。对，就确实不能这么做。那我就下就知道了。就是我觉得你们可以告诉我，这个问题在哪，你知道吗？但是很多事情他可能办得到，也可能是正在办的过程中，也可能是真的办不到。所以我想跟你们解释这个，你明白吗？当然可以了，当然可以了。比如说像现在。这个有，比如说像现在这一次的事情，就是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到，就是粉丝大家对，就是我们同公司的人一起来做商务这件事情，大家是非常不开心的。那我就能够理解了，我就会去调整，我就会去告诉他们，以后我也不会这么再去做了，因为这件事情确实是我主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像
我们的商务他也不敢说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如果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然后在我从网上知道，就是大家朋友都当不成了，所以这个事情就是我主导的，所以我很内疚，所以我想要来道歉，想要来说这个事情。那之后呢，肯定会这样来调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说实话，我可能还没有考虑的一个就是，其实我也给我公司的艺人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就是他们说实话，就是他们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妈呀，我能拍这个商务吗？我能做这个事儿吗？哇！但是露丝好不容易去聊下来，或者是怎么样，商务好不容易去做成这个事儿，我就说哦，我不敢，我不愿意做这个事儿，我怕粉丝骂我，我就不做了。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不是很怂啊？所以他说，那我安排的工作我就去干了，然后这些工作吧，又是我一个人在这自作主张，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来说我，或者是来说我这些问题，我是完全接受的，因为这个事情它的确是我在这瞎出的主意，就是这个意思，你明白吗？我不是在帮谁去背这个锅，但是我只是不希望是我出的主意，然后出了问题之后，是身边的这些人。然后他们只是听我的主意去执行了之后，然后挨骂，然后都很难受，因为他们有委屈也说不出来。因为你像不管是像 Derek 还是像他们最不，他在他们心里不敢说的一句话就是这个是露丝让我做的，你明白吗？就对于他来说，他如果说这句话，就像是甩锅给了我。但实际上其实就是我做的，然后但是他觉得好像是他自己在那儿，好像是觉得好像是很英勇的感觉啊，把这些话都吞进了自己的肚子里，但实际上是我干的，所以我觉得我也非常能够接受大家对我的这个事情，所以我理解到这个事情了，我之后肯定会去重新去判断这件事情的，然后我也非常能理解大家，我特别大家当时就是什么叫矫责呀？我没有在矫责呀，我没有在矫责呀，这个不是在矫责呀，这是因为是这个事情。那如果你都脱粉了，你还要来骂我，那更不对劲儿了。你能明白我意思吗？然后呢，就像这个事情，就像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件事情里面，大家只需要看你到底是喜欢的是哪一个人。就像之前我说，我之前我化妆的这个事情也是这样的，也是，反正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对劲儿，做什么都不对劲儿。但有一部分一直都很支持我的粉丝，然后呢，也是因为你们很支持我，然后我慢慢的，就是很认真的画，这个技术也有所提高很多很多，然后所以我觉得也有，但是这个过程当然是不好受的，而且也会让支持我的这一部分粉丝非常难做，就好似他们要，如果他们现在不一起来骂我的话，就显得他们对我没有责任心。但我不是说要让粉丝们之间要互相这样子就是不舒服，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解决问题。但对于就是他不是为了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些话语的时候，我们要有基本的判断，就这个人他不是为了真正要解决问题来做的，来发的这些东西。然后我只是希望不要让喜欢我的粉丝然后心里难受，就是你喜欢我，然后你也特别喜欢我代言的品牌，然后如果你感觉到这件事情对你有伤害了，我真的是觉得很抱歉，很不好意思，非常就是我也很自责对我自己做出的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所以我是觉得对，就是莫催啦。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首先第一个，我能进组，我肯定是非常愿意进组的。毕竟我去年都觉得我没得戏拍了，然后现在又有的戏拍了，我一定会进组。但是进组的前提就是我一定要对这个剧组，包括剧本，我不能着急进了个组，
拍了一个烂戏出来，然后被所有人笑，我觉得肯定不能这样吧。所以压力真的是非常大，因为什么事情都在紧锣密鼓的执行，而且想要执行到最好，所以压力真的是非常大。首先对于我来说，我是一个非常把工作和生活分得非常非常开的人，但只是因为这件事情吧，我只是在中间真的是没有太想得清楚，所以就是我这个事情的考虑就是没有把咱们家粉丝的心情考虑上，所以我这自责的是这个。我不是因为那个什么Derek 挨骂了呀，或者谁挨骂了，或怎么样，我在这自责，我没有什么好自责的。无论是谁挨骂了，在这个事情中，大家都有所得到，不是自责这个，我自责的是我一开始没有把粉丝的这个想法和粉丝看到这件事情的一个感受，就是没想到，所以我有点自责这个事情。你明白吗？所以我想说的是，我来解释这个事情。没有捆绑，这个有啥咋绑吗？这个咋绑啊？这个根本捆绑不上一点，好吗？剧本还是有很多的，只不过可能考虑的比较多一点，就是更以前吧，选剧本的时候可能就是想说什么样的故事情节，什么样的人物会更有意思，更出彩，或者是很甜，或者是很让人觉得心里难受，会以这样的方式去选。但现在可能看剧本会更偏向于他想要讲一个什么道理，他想要看到这个戏的观众有一个什么感受，是激励呢，还是让他们更珍惜当下呢？就是想的东西会跟之前选择的不太一样，所以像这样的类型，它肯定是需要有时间去做这个铺垫的，然后呢，首先我觉得我一直跟大家讲，就是你们要过得非常好，我也想让你们过得非常好。所以如果有一些代言或者是什么，你觉得我现在自己过得很一般，所以这个代言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卖了或者怎么样，那一定就不要去勉强自己去这么去做，因为就是我不想让你们喜欢我这么有压力呀，就是很难受，所以你们也不要去，就更不是说你们喜欢我就一样要买我公司的这个艺人的代言，不是这样的啊，完全不是。所以这个也是之前也从来就是没有跟大家说开过，所以你们不要就是这样。因为我觉得还有包括说我穿哪家衣服的这个事儿啊，那我每天裸体吧，那就这样，因为我穿这家也不行，我穿那家也不行。我如果穿奢牌，又觉得我跟这家奢牌会有关系了；如果我穿这家衣服，又跟这家奢牌有关系了。如果到最后没有关系，是不是又要挨骂呢？就是我穿，我也不是说每天都有在穿，是真的不要再带这样的节奏了，首先第一点就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然后呢，我每次会把我想穿的、我喜欢的面料、我喜欢的一个风格，我全部都会让他们，就是有点像是什么呢？我就特想穿我自己设计的这些东西，我全部都会让他们做出来之后，我就很想穿，发自内心的。这后面也没谁逼着我说啊，你必须要穿啊。
因为我心里很清楚，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然后咱俩是好朋友，所以什么样的人才可以一直成为好朋友呢？就是他不会来强迫我，就是赵露思，你今天都这样了，你必须要帮我穿衣服，不是这样的呀。所以我只是想给你们解释，但我希望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这个解释而认为我是在帮谁开脱，或者是我在挑衅你们，或者是我在跟你们故意跟你们对着干，绝不是。如果我想跟你们对着干，或者是我想挑衅你们，我就不听就好了，我就当没看见就好了，大家就生气就好了。但我是想要来解决，因为我不想你们因为我在生活中感到不开心，因为我觉得你们喜欢我，我只想因为你们喜欢我，所以你们很多时刻会因为赵露思这个那个，你们会感觉到骄傲，会感觉到自豪，会感觉到开心，会感觉到幸福就好了。但怎么会因为我感觉到生气呢？而且彻夜难眠，我非常自责了，我就觉得这不对。这不对，就是我怎么会让你们感觉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吗？我有想要多营业呀，我其实是很想要多营业，只是你看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这个就是要骂工作室，你知道吧？其实工作室拍了很多物料啊什么的，但他们会因为比如说最近粉丝心情不好，或者粉丝正在因为什么事情在骂，他们就想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之后再发物料，他们就是这样的人，这个问题非常大。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其实物料真的是有的，然后也找了非常也入职了很多新的小朋友们，然后包括工作人员们来拍东西啊或者怎么样，他们不敢发，他们害怕发了就是又挨骂，他们就是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吧，真的有拍很多东西了。什么？我来看看你们在说啥。你看看吧，解释的很勉强，还勉强啊？那你告诉我要说啥？那你告诉我解释还得就是你提问题，我可以解释给你听，好吗？你可以说你的问题，然后我可以解释给你听，这样好吗？首先，我觉得啊，好，比如说是刚刚说的，说进组不准带好朋友。OK，我想说的是，演员进组，他肯定是因为要么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或者导演、制片人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或者是他自己要试戏。如果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角色，但因为他是我公司的演员，他不可以参与这个角色，那我们要不然就现在就把这些人全部解约好了。就是要不然我们就全部解约，就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公司就只有我一个艺人，我觉得这样也会更好，你们觉得呢？然后我就自己一个人吭哧吭哧的赚钱，看什么时候能把钱还上吧，这样 OK 吗？也行吧。我宝宝们，就是我想说的是，但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好吗？就是真的，你们能够相信我好吗？没有捆绑呀，宝宝。对呀，对呀，怕化妆师挨骂就不会要用化妆师，怕闺蜜挨骂就不要让她出现在你工作。当然了，所以现在我根本不可能再让他们出现在我任何一个合作商务里，好吗？就是我根本不可能让他们出现在我任何一个合作商务里，绝不可能，好吗？但是能不能就是如果签了合同，能不能签了合同的，咱们就是那个什么呀？这个赔款的话，我也得赔，但我愿意为我自己承担这个后果。
但是如果签了合同的话，咱们能不能稍微那个什么一下啊？给我一点时间去处理这个，好不好？什么我的票卖到13000了，你们不要买这种票，我跟你们说，不准买这种票，不准买这种票，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必要。会有很多的这个机会的，但没有必要去花这种钱，真的没有必要花这个钱。而且为什么我求你们别去花这个钱？因为什么？因为，哎，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但是我必须要说了，就随便吧，毁灭吧，随便吧，我必须要说了。演唱会亏老些钱了，朋友们，咱们就是见面的这个机会啊，咱们制造这个见面的这个机会啊，然后包括表演，包括排练，包括演出，包括到最后，咱们就不说挣钱的这个事儿，咱们确实是为了这个咱们拉近这个彼此的距离啊。但是我跟你说，如果你还要愿意去花13000买一张几百块钱的票，那我纯粹是觉得我们所有人做这件事情，全部都付出了真心，付出了努力，付出了金钱，付出了所有。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是便宜了那些中间商，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没有这个必要，好不好？拜托你们。对啊，工作室有没有在解决问题？这个也是问的很好，我也会去问这个，我也会去马上去调查这件事儿。对，我有这边一个耳洞，但是我这边昨天晚上洗脸的时候有点扯着了，好像又扯流血了，好麻烦哦。然后这边有2个耳洞，这边有2个耳洞。然后我觉得你们也没有错，你知道吗？所以我不想让你们误会，说是我，在说你们做错了。我说啊，你们不应该这样做，你们怎么样，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觉得你们也没有做错，而且我觉得你们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我想要给你们解释一些中间的一些问题。高黑是真的在高，宝宝们。我每次看到你们发小红书发这些的时候，我都会转发给他们。我说告了吗？在干嘛？他们就会给我看这个进展什么的。它真的是需要过程的，就好似是如果去年不是，如果去年不是，现在就是去年如果不是。比如说不是刀哥，或者是不是这个阿里，包括这个凡哥，就是如果不是人家的这个帮忙吧，我现在今年还要打官司呢，我就别说什么进不进组了，也别说接不接什么代言了，因为我其实不想说这些事情，可是我认为。就因为可能是因为我没有解释这些事情，所以有一些有心之人一直都在带这些节奏，想让大家都觉得哇，赵露思你怎么是这样的人？但你也可以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如果你确实觉得我是这样的人，我也不想狡辩，但我只是想把真实的情况说，就是最真实的情况，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情况，发誓的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不想让大家就是误会，但如果你发现哦，我没有误会，赵露思就是一个这样的人，果然就是这么的讨厌，就是这么的自私自利，就是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又不听劝，我不会再喜欢他了。那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因为我的确是一个这样的人，可能就是没有很好的一个人，所以我真的也是没有办法。所以，但是我不希望是因为误会在中间变成这样的一切。高黑绝不可能会心软的，宝宝们。我去年经此一遭，我高黑绝不可能心软，我将会拿起法律的力量，我将绝不会心软。高黑也特贵，我说实话，但是这必须得花这钱，好吗？所以就是咱们肯定会因为一些原因，也付出了一些努力，
才可以到今年那么快的重新接上商务回。